哇，小伙伴们看，有2只哦，飞走了。看，那乌鸦叼着一片剩的面包，它在追那个乌鸦。看，它一飞起来，它那个头上那个毛就竖起来了。所以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只雌性，一只雄性。但是你看，它一落下来，哎，它拿到面包了，看在吃面包呢，看没？哦，这水里有面包，那应该有人在这儿喂，不然这水里怎么可能有面包呢？是不是？嘿，大家伙儿早喽！5月26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了。今天咱们就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如何调整状态。对，状态就特飘忽不定一词儿，这两天就特没状态。昨天早上就有点跑不动，今天又是跑不动，那就得祭出一点总用的办法，一会儿冲两组调整调整。就好像说，你比方说状态是什么，这其实挺不好描述的，我也不知道状态是什么。状态可能就是一种感觉，所以才叫状态。就他有的时候是因为累了，像昨天我是感觉到我累了，但是今天感觉到的不是累，就我昨天我觉得那描述的形容词用的特到位，就是前段时间把兴奋度给用光了，这几天就有点懈怠，心理上有点懈怠，表现到身体上就是觉得就跑不动了。而且有时候不光是在跑步上，工作生活上也会觉得有点失去动力。一般我对自己的观察，这种持续个2、3天、3、4天，就能再好起来。跟小伙伴问你厌跑了怎么办？厌跑了就这么跑一跑呗，你就不要想着有那种说怎么跑怎么有那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就这点好，我觉得再怎么着我不影响我本身的大计划。昨天的铁人3项举办完，今天开始收拾了。所以一会儿咱们先冲个2、300的，然后再看。这就是今天的策略。现在手表是3.58。就现在这种感觉挺微妙的，就感觉说哎呦抬不起腿来，但是你说肌肉疼吗？不疼。肌肉累吗？好像也不累。但是刺激呢可能能行。如果您是单纯的就是疲劳了，觉得浑身哪儿都疼，那就别学我这办法。我这办法就适用于比方说没休息好，或者心态不好，或者觉得挺有劲儿的，但是怎么就没劲儿呢？你这样干，一会儿咱们3.8公里的时候启动200米，走。你们看，刚才田中先生跑过去，肉眼看不算那种很激烈的，但是挺快的。
今天也就跑10多公里就回去了。就是你这时候你不要拿跑量跟自己较劲，可能拿一点点强度跟自己较劲。说白了就是用一种身体可以接受的方式，告诉自己说你要往上顶一顶，这样过2天就好了。明天是5个1000米，但是是那种不拼尽全力的那种，又是一个调整状态的好机会。然后后天是周3早上起来的合练，后天是第5个训练日。对，这也有关系，你会想着说有这个周期得练5天，有时候会给自己心理暗示。所以我老说心理暗示心理暗示挺关键的。昨天看国内女子冠军好像是焦安静拿了，对吧？2小时40多一点点，感觉跑完很极限了，抓着那个给他带名次牌的工作人员手都就放不开了，感觉特别传神。好多时候跑完马拉松跑完比赛都是这样。对，你就这样想，你一上赛场跟平常感觉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就能更拼尽全力。我人生中第一次起了要跟女子前几的那个心思，好像就是有一年的北京半马。那一年镜头我忘了那年是女子第几了，可能是女子第1还是女子第2。第1肯定是第1，对，镜头给第1嘛。一位穿袁大都背心的兄弟，就头老是歪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兄弟叫什么，一直跟着跑到最后，这一直有镜头，特别带劲。后来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我能跟上？其实那时候想想，那个年代大众水平确实和现在比还是差挺多的。那时候半马跑个1小时17就大神了，就拿名次了。然后看完今年上海半马那个前200名的竞争，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状态这事儿挺微妙。像昨天看兰州马拉松，有的运动员跑得很成功，有的运动员呢就半截儿，比方说突然就觉得怎么今天腿沉，今天没劲儿，今天不行，跑完的状态也很不一样。就不能通过一场比赛或者一个训练，甚至是几场比赛或者一个小阶段的训练来判断你的能力，你只能判断你的状态。一个小伙伴昨天发来消息说，哎呀，这个目标比赛的半马，他说的应该不是兰州，因为他说的是上周没跑好，就觉得跑不动，是不是怀疑自己的训练出了问题？我就跟他说，不是一场比赛就能判断你现在的训练的水平，它是好多东西综合起来的。有时候就是状态不好，你让我现在这状态去参赛也不行。但是为什么说运动员们，包括比方说像业余爱好者，去跑比赛之前调整状态，怎么调整也是一个，就是我还没法说，因为这我也不好说，只能说对普通人来说，你要面临大赛之前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你不能说像我这个月这样训练，假设我是这周有比赛，或者就是昨天的兰州，那月初绝对不能去跑那个40公里的大强度，也不能连着2个周都跑那么多速度，那你就把你的兴奋和你的状态是提前消耗掉了。这是好多人说，有的教练采访说，我不希望我的运动员这一堂课跑得特别的顶或者特别的出状态，我希望他把状态留到比赛。他就是这感觉，这个大家跑多了，慢慢的就能体会。训练也一样，只不过我们训练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去考虑这些。训练的时候你就今天有劲儿，今天跑，明天没劲儿，明天放一放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大黑人先生特了不起。他昨天去马拉松下着雨，又跑了3小时01，然后这周好像又要出差了。那天他跟我说，算了，在中国那10几年
跑了300多场马拉松，那不敢想象。当然那时候比赛也多，1礼拜1场，但是我就有不了那么持续的状态。那都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摸索中。那刚才冲完那200米，跟大家聊聊天感觉好多了。现在进入夏训了，应该基本上没有比赛了，可能最多就是5月勉强还有，6月应该就没比赛了吧，或者至少没有目标赛事了。我给大家夏训调整状态的建议就是，你赶上这段时间状态好，就好好练，或者赶上这段时间有训练的机会就好好练，然后状态下来了或者疲劳了就调整。就是你训练的给身体的刺激和反应是滞后的。比方说我上2周期练得比较猛，并不会练完以后就当时就觉得说第2天没劲儿了，大概会滞后这么1周。但是呢，给身体带来的压力和恢复的反馈，我感觉也是滞后的。比方这2天，这一天就是我觉得身体开始在努力恢复，就一种什么感觉呢？感觉就是能量不够用了。就这个感觉原来是我回忆刚开始跑步甚至不跑步的时候没有过这种感觉。这是我总说的，你练得多了，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会更敏锐，你能感觉到我这身体在消耗我的能量，在恢复。你觉得怎么着都不够，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感觉不够的时候有胃口能吃，有时候会感觉不够的时候胃口也不好。所以运动员不容易啊，运动员你又要马儿跑，然后当然不是说不吃草，又得让马儿使劲吃草，但是我们都明白你练到一定程度有时候会影响饮食，不是说练得越多胃口越好，但是你又必须得吃。这就是这一天的感觉。然后体重有轻微的下降，这都是能感觉并且能测量出来的，所以慢慢调整。一定不要因为一场比赛的得失或者一段时间的状态不好就急于判定什么，对不对？因为你想，你练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跑了这么多公里，那不是短短的这1周的几十上百公里，或者一场比赛的2、3个小时就能去判断你很长时间的得失的。马拉松就是这点有意思。其实各项运动都有这种很微妙的感觉，比方那种100米运动员，他的胜负可能就是0.1秒，毫厘之间。你说你这一场比赛你就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你就名次就差好多，那也挺残酷的。你看今天跑了6公里了，到现在再冲一个来回就回家。5月26号星期一7点20了早晨，今天第3个训练日，今天还是轻松跑，就像一开始说的一样，状态不好，跑了16公里，5分0几的平均配速，平均心率131，其实还行，就是你光看数据没有问题，但是体感上会觉得有点累。今天再调整1天，明天早上起来跑个小强度，后天早上起来再跑一个强度。这个周期练5天，然后周4休息，然后周5、周6的，可能周6吧，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搞一个长一点的。就往后计划不用计划太长，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是不是？今天还挺凉，往年到这时候我记得都特热了，今天我穿这都有点凉，胳膊上都有鸡皮疙瘩了，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这小相机。行，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